你这個背屏好像還有東西嘞，你看這個背屏。小米的背屏啊，它也會有一條這個道路提示啊。給誰看啊？啊，不是，我們是步行，我們上為什麼車？你汽車人是吧？我們是步行導航啊，大家看直行了多少米，然後已行走多少米，結果汽車啊，這你的虛擬小米蘇7，你知道吧？雖然你還沒有買，就鼓勵你趕緊賺錢買，知道吧？那我努力好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來到離線玩家阿亮頻道。我們今天視頻的主角是近期的安卓續航王。我手上是1+15 7300的電池，1.5K 的屏幕。我這台呢是小米17 Pro Max 啊，我們兩個都是815啊，吊打你這個天玑好吧？我這個小米17 Pro Max 呢是1.5K 的屏幕，7500的電池。經過大家說是這個後面幾期版本有更新啊，續航什麼屌炸天了，我不信啊這個。我也不信，我覺得我今天應該是最強的那個。我手上這台是 OPPO Find X9 Pro， 上一期呢它跟 vivo 以及榮耀那兩台旗艦比呢，是以壓倒性的優勢挺到了最後啊。感覺根本就沒有發揮出我們 OPPO 的最強實力啊，所以今天呢就再來比一次。它是天玑9500的處理器，7500的電池。你已經低人一等了，你還壓人一頭呢？怎麼瞧不起天玑是吧？瞧不起，瞧不起。兩個驍龍今天把你幹爆。等最後我電量高你20%的時候，你就笑不出來了，好吧？我覺得今天一加反正肯定是最垃圾的。那麼相關的設置及流程我們會擺在公屏的某個地方，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視頻，不要忘記了一鍵3連加關注。接下來就開始今天測試吧，我們先來打王者榮耀。第一把王者榮耀5v5，我們還是均衡模式，自定義 HDR 什麼的都打開了。我們先看一下3台手機亮度，然後都自動開專注了，沒有很大的區別啊。遊戲打了一會兒啊，我發現這個小米的聲音還是一如既往的小。再一個呢，小米這個手機殼太拉了，另外兩台綠廠全都是這種硅膠的白色保護殼，然後小米這個呢透明的，一上來就低人2等了，兄弟。哎，太難受了。這把遊戲已經打了10分鐘了，3台手機的幀率跟網絡都沒有什麼問題，但是這個小米的屏幕會稍微暗一點點啊，哎，真是垃圾啊！那是暗一點點嗎？說真的，感覺小米這個屏幕沒有很通透啊。很顯然呢，這5v5的負載真的太低了，3台手機根本沒有問題。第二把呢，我們打開一下遊戲相關設置吧。OPPO 我打開了超級 HDR 畫質和高分辨率啊。小米呢開啟了一個顯示增強裡面的鮮豔畫面，在這個觸控增強這邊呢開了一個塑形感測的功能。不是什麼東西？為什麼你 OPPO 有超級 HDR， 我這1加沒有啊？因為你低了一等啊。你在哪開的？1加找了半天沒有 HDR， 只能打開這色彩增強了。據我所知，這個超級 HDR 畫質，OPPO 跟真我都是有的。哎，這個1加怎麼沒有啊？我覺得哎也很正常，好吧，很正常。畢竟是，對吧？你懂的。我們1加不需要，好吧？4D 正展倒還是有的。那你不開 HDR， 你亮度很低啊，你趕緊調高一點。這個 OPPO 開了超級 HDR 之後啊，亮度變得特別亮啊。另外兩台其實不行啊，我們現在已經把亮度統一了。小米這個是真的會暗一點嘞。這把遊戲打了10來分鐘了，我覺得1加偶爾會掉到116，但馬上就會上去了。1加又不行，我 OPPO 一點問題沒有，最低119幀啊。我這個小米沒有任何波動啊，你這還遊戲旗艦的是個屁啊！這把遊戲打了14分鐘，只有1加稍微有一點點問題啊。現在兩台綠廠電量都是91。小米現在的電量呢還有93啊，但是對這個電量不是很認可。它全程亮度其實我要不鎖的話，它真的很低的。那接下來我們在這裡測一下信號吧。剛剛我們已經在微信裡面錄了1分鐘的視頻啊，先來同時發送，3、2、1，點。好，只有1加要導出啊。只有小米要導出，兩台綠廠都不用導出。對不起，錯了1加了，1加是最快的。小米怎麼回事啊？你們都發完了，我還在導出啊？你導的比較慢啊，還是我們導的比較快？啊，這個發送速度也一般吧。被爆杀了。3台手機我們都是開啟了環境色自適應的，這個綠廠是比較明顯，但這個小米怎麼感覺跟沒開一樣啊？我剛剛檢查過設置了，小米裡面的就是開過這個環境色自適應的。現在3台手機都打開了英雄聯盟的手遊專網了，同時下載一個他們的官方安裝包，差不多都是1.2G 大小，用的都是他們自帶瀏覽器啊。3、2、1，點。不是我的這個 OPPO 什麼鬼啊？一點網蹭不到唄。小米最快啊，有30多兆。然後1加是20多兆，我這 OPPO 只有個位數啊！被搶完了呀，兄弟，看能不能分到你一點兒。小米下完了，你這 OPPO 沒變化呀？啊！馬上就要突破10的大關了，你看現在9.6了。兩台都下完了，你能不能变快啊？也太招销了吧！哎，突破10了，10.1了。10有什麼可骄傲的吗你？我操，我破防了！不轉了，不轉了。現在我們用電信卡打電話，聯通卡來刷抖音啊，先來慢刷。哦，慢刷3台手機都沒什麼問題，我們現在加快速度。我感覺 OPPO 加的有點問題啊。小米目前沒有黑色的東西出現，很流暢啊。1加有點刷不上去。那我們再最快吧。
哎，OPPO開加載了。2台綠廠就是有點問題，感覺小米會好一點點吧，但好的不多啊。小米是加載的時候會稍微長一點時間。現在我們用聯通卡打電話、電信卡來刷抖音啊，先來慢刷。慢刷沒什麼問題啊，我們現在加快速度。OPPO 加載有點問題啊。那我們再最快吧。一加载有點問題啊。小米還是剛才的問題啊，加載时间比較長，但是加載完之後挺流暢的。我感覺這一次是一加的這個黑色最多啊。好的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屏幕的使用時間啊，我這個怎麼57分鐘啊？你們兩個40多分鐘。我們兩個綠廠的這個王者28分鐘顯然是不對的呀。對。所以我們先以小米為準嘛，後面我們再看看怎麼回事吧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3台手机的亮度啊，现在是我的小米最亮啊，剛才打遊戲的時候最暗的，為什麼？我們剛剛已經開關過了，這個綠廠2台，感覺屏幕比較黃啊。跟人一樣是吧？現在我們就使用高德地圖步行導航去往這個北辰三角洲地鐵站呀。我們已經步行導航走了一段了，3台手機都沒什麼問題。現在我們把高德地圖掛在後台，來刷一下美團啊，看有沒有什麼加載方面的問題啊，快刷。哦，都沒有什麼白色的加載啊。現在太陽也出來了，我們看3台手機屏幕亮度啊，還是小米的會稍微高一點吧。3個的電量都是一樣的，都是87了。怎麼說啊？小米是不是一開始會掉得比較慢？不知道，還是我們 OPPO 比較實誠吧？那我為什麼也是87呢？啊，誰實誠一點？我亮嗎？好像也沒有，那我不知道了，好吧。走吧走吧。現在導航是讓我們直行啊，然後出於某種不可抗力呢，我們可能會突然不小心走錯，是吧？我們左轉，看3台手機會怎麼反應吧。剛剛走起來，我們的小米的實時位置是正確了的。剛剛一停下，又變回去了，然後短暫的又回來了。現在實時位置是跟我們現在的位置是一樣的呀。那也比綠廠2台好啊，我們的位置沒有任何的變化。那我們再往前走走看吧。又是我們倆買橘子了是吧？往前走了沒2步，這一加重新規劃路線了，讓我掉頭。現在只剩我 OPPO 了，定位不對，也沒有重新規劃，怎麼說？我還要繼續往前走嗎？走吧。小米這個詭計多端呀，往前又走了幾步，他又給我規劃了往回的路線，跟這個一加是一樣的了。我們才是一家人啊，你是什麼東西啊？我的 OPPO 往前走了好長一截，才重新規劃一條向回去的路線，跟這個一加一樣了。我操，這個表現有點太差了吧！我們讓人往前走了20來米，一加2次重新規劃路線了，一次讓我掉頭，一次就是現在往前直行了。OPPO 沒有任何變化，但是實時位置是對的。小米也沒有任何變化呀。然後那我跟韓寶去給櫻木買橘子吧。哦，他們也對了。往前又走了幾米啊，小米給我規劃了一條新的路線，就是跟一加是一樣的往前走了。然後呢 ，OPPO 說話怎麼不叫？說話。意料之中啊，這個 OPPO Find X9跟 X9 Pro 導航不一直不行嗎？就沒什麼表現好啊，就是續航好。我今天就死磕續航了，好吧？然後我還發現，你這個背屏好像還有東西嘞，你看這個背屏。小米的背屏啊，它也會有一條這個道路提示啊。給誰看啊？啊，不是，我們是步行，我們上為什麼是車？你汽車人是吧？我們是步行導航啊，大家看直行了多少米，然後以行走多少米，結果汽車啊。這是你的虛擬小米蘇7，你知道吧？雖然你還沒有買，就鼓勵你趕緊攢錢買，知道吧？那我努力，好吧？那我還有往前走的必要了嗎？不用了吧，我跟他們一起走吧。我這太差了。導航讓我們往那邊直行啊，但是我們還是注意走錯，繼續往西走。為什麼要往西呢？不能一路向北嗎？那你去吧，拜拜。我一路向北，盛開在你的季節。我沒招了。剛過紅綠燈一點點，我的一加位置就對了，真準呢，兄弟們。什麼敏感體質啊？我的小米還沒有變，它還是在十字路口的中間啊。我們倆走吧，快趕緊。往前沒走幾步啊，我的小米呢，這個位置是變對了呀，就是我們現在的位置。說話就完全在我意料之中啊，沒有任何變化，你們也不用在原地等我了，我們就走吧，好吧？就默認 OPPO 最差了啊。不是，同為綠廠，我這一加就重新規劃了，讓我掉頭了，低人幾等了。衝低端，這牛逼！我感覺我這個小米跟這個一加才是一家人啊！一加剛剛規劃一條往回的路線，小米緊隨其後啊。等一下，我覺得一加屏幕怎麼有點暗呢？萎了，不應該呀。就是啊。我操，好暗！我也沒什麼話可說啊，我沒規劃啊，我就慢啊，OPPO 就差，行了吧？走唄，你們倆牛逼唄，好吧？不好意思，兄弟們，反超了。OPPO 往前走了一下，他現在規劃一條新的路線啊，不過是往裡面走的，還是有一點偏差的。風水輪流轉，好吧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也重新規劃了。風水輪流轉，朋友們，到這個熟悉的小學門口了。然後我的一加呢，呸，我的小米呢給我規劃條新的路線是往前走的呀。現在輪到你沒話說了吧？
哎呀，我一加又是追花的往后走的，我已经追花2次了，我继续走吧。喜欢后面是吧？很快啊，小米追花没多久，一加也追花了，他追花次数是最多的，他的位置不太精准，真牛逼啊，兄弟们！这一加冲着端真成了，刚刚过了一个路口，一加重新追花路线了，实时位置就是对的。我的小米呢，这个实时位置也是对的，但是它呢，就是说走起来的时候是对的，然后停下之后又回去了，然后短暂又会回来，一直在跳啊。我的 OPPO 怎么开始虚空行走了？我操！哦，他刚刚走起来的时候是对的，然后停下来位置又回去了，然后现在莫名其妙开始虚空行走了100多米了吧？你是不是骑着筋斗云呢？我操！我看他能走到哪？我感觉他能过马路，你们觉得呢？好快啊，他走的！冲低端成了呀！不是兄啊！我的 OPPO 已经不知天地为何物了，它已經走到前面那個斑馬線過去好久了，這太變態了吧！我的 OPPO 感覺這個定位不需要再搞了，就太差了，就實時位置不對，然後規劃速度也不行，然後還會出現虛空行走啊！我不想玩了，你們兩個慢慢比吧。我們走起來一會兒，我的 OPPO 重新規劃路線了，但這屬於作弊，你知道吧？因為它的定位跟實際偏差太大了，它得規劃了一條新的路線，它現在在我們走的路線上了。唉，感覺輸得體無完膚了。我們在這等紅綠燈呢，一加好像也虛空行走了。紅綠燈在這兒，我們在這個位置。它停了。哦，走的不是很多，還能接受吧？貽笑大方的朋友們，我的小米沒有虛空行走啊，穩穩的341米啊。我們現在又過了一個路口，2台綠廠的實時位置是對的。你這個小米上去調理吧。小米呢，它是走起來的時候實時位置正確的，一停下就到了這個規劃的路線上面了。走起來之後啊，小米的實時位置正確了，看來調理非常成功啊。我們導航了41分鐘，刷了15分鐘的美團，整個導航路口中無疑是一加的表現最好。它規劃路線的速度非常及時，位置也比較準確，出現了很輕微的虛空行走的問題啊。小米呢，它這個前半段的規劃也是比較快的，在後面呢也沒有出現虛空行走的問題，這個非常好啊，這個比你一加還是要領先一點點啊。大家都非常好啊。那你呢？然後現在是中午的11點37分啊，我的 OPPO 還有79的電。啊，比我多了，一加只有77了。哎，小米也是77，我們倆才是一家人啊。不是電少很驕傲嘛，狗叫。然後我們看了一下屏幕的使用時間啊，我的小米呢顯示王者榮耀打了46分鐘，但它綠廠呢是28分鐘，都不是很準，但是我的還是更準一些。那今天就以我小米時間為準吧。現在是中午的11點39分，我們已經使用了1小時42分鐘的手機了。那接下來我們就去廁所測一下信號啊。測信號？對啊，測信號。吃飯去吧。我們已經進到這個廁所了，小米這個環色自適應真的太不明顯了。小米現在顯示聯通沒有信號，來一個叉，看到沒有？已經記了。另外2台綠廠的是4G啊，我們現在聯通打個電話吧。耶。沒有。點都點不動，小米。一加贏通了。一加強啊！在這小米次機會。無法連接到移動網絡。這 OPPO 也不大行啊。我覺得應該是 bug。再來一次，好，這裡來一次。真的 bug。OPPO 是這樣的。你看。這個傻逼，他每次就是要打2次才能打通，我不知道為什麼。我們現在微信來發送一個表情啊。小米好亮啊，小米。對。3、2、1點，都發不出來。沒有，OPPO 已經發出來了。OPPO 先發出來的。然後是一加。小米。沒信號了。而一加它是收到了 OPPO 發的，但是 OPPO 卻沒有收到一加發的，所以還是一加的好一點啊。小米這回也發出來，但它什麼都沒收到啊。對啊，另外2台都收到了。哎呦，一加和小米都刷到新東西了，小米竟然還有圖片。OPPO 說話。OPPO 還在轉啊。我們不轉 OPPO 了，一加和小米再刷一下看看吧。3、2、1送。哎呦，小米好。小米找到信號了，再來一遍看看。3、2、1送。哇！啊，小米反超了。OPPO 在旁邊什麼都沒有。查無此人了。我們在刷抖音了，一加和小米都刷出新的了。OPPO 還在加載啊！哎，小米真的找回廠子了，都有畫面了。我們多少點的評論區看一下。3、2、1點，差不多吧？那聯通就這樣了吧？這 OPPO 就查無此人了。我們現在來電信卡打電話，點。好，OPPO 最先快，OPPO 最快，然後小米跟一加差不多。我們現在微信來發送3個表情啊，點。哇，挺快的。有人已經在隔壁拉了，好臭啊！我想趕緊出去了。我們已經微博有一段時間了，3台手機都刷出來新的，但是是 OPPO 的稍微慢一點。我們現在來同時刷新一下，送。啊，小米最快，另外2台差不多。3、2、1送。啊，OPPO 是會慢一點啊。
我们已经抖音有一段时间了，3台手机都刷出来新的，我给大家刷一下吧。感觉都还可以吧。我们找个评论区看一下，点。我一加 OPPO，一加还是强一些啊。我的 OPPO 这个只有14条评论还加载不出来啊。OPPO 又找不到信号了，而且 OPPO 画面才加载出来，小米评论也出来了，又只剩 OPPO 了。那么在这个侧总呢，不管是联动还是电信，都是 OPPO 最差啊。电信的话 ，OPPO 要稍微差一点点，差距不是很大。然后另外2台呢，表现都还差不多。然后现在有点臭了，我们赶紧出去吧。不让你出去，啊，真的太臭了。那你跟我一起待着找啊。现在我们到地下车库来扫一下墙上的微信二维码，1米的樣子，3、2、1走。這個 OPPO 放大的很積極，但掃到的比較慢呢。現在我們離那個二維碼大概4、5米的樣子啊，一加已經放大了呀。來吧，3、2、1走。哎 ，OPPO 掃出來了 ，OK。那我就往前走鋼絲吧。OK， 一加已經掃出來了。小米比一加差了大概1米多吧，有這麼遠了。家人們，我們本來準備進行這個非常暗的環境下掃碼，但是這裡有人在施工啊，有點吵，這個燈呢就一直亮一直暗的，就不太好掃了。我們待會看有機會能不能再掃一下吧，實在掃不了就算了，走吧走吧。我們準備坐地鐵去吃午飯了，先照常看信息流，還是先抖音。已經刷了10分鐘抖音了，現在來換小紅書。已經刷了10分鐘小紅書了，現在換淘寶。我 OPPO 剛剛正在刷信息流啊，然後它突然閃退了，提醒我檢測到嚴重內存異常，為保護我的設備強制關閉了。但我後台沒開什麼東西啊，小紅書、抖音、微信什麼的沒開這個軟件啊，這怎麼就內存異常啊？怎麼我 OPPO 正統反而出問題了，一加沒有閃退啊？就是遜啊！我這台 OPPO Find X9 Pro 買的是16+512版本啊，系統也是最新版本啊，它最大不只有16G 的運存嗎？怎麼這還閃退呢？啊屎啊！我操，狗都不用。這就是流暢穩定的 ColorOS 嗎？狗都不用，但你用唄。我不用啊，我不用啊。我只滿意續航啊，其他我不滿意啊。OPPO 現在還有72的電啊，一加是71，小米呢是69啊。現在是中午的12點35分，我們已經使用2小時27分鐘的手機了。那接下來我們打金鏟鏟吧，正好要去吃飯了。我去了，家人們，上次誰那麼狗叫說這個小米就負載低啊？120現在更新了，好吧？我靠！整個小米15系列都沒有啊！你在這邊叫什麼呢？終於有就是有了，別人出廠都有，你到現在才試飛，你有什麼可激動的？神經病啊！像我們這一加出廠有165，那120狗叫什麼？怎麼說？那你就打165唄，反正你我肯定打165呀。然後到時候就60-70幀是吧？那再說好吧，反正都是全拉滿了，什麼至臻什麼能拍照的都拍照了。那 OPPO 跟小米就開120加至臻吧，來吧，開產。等一下，先看一下亮度。現在一加是最暗的。你中間的一加真的挺暗的，開關一下看看。其實它亮度條已經拉得挺高的了。我操，就這樣。那我遊戲裡面鎖一下吧。怎麼還能比 OPPO 更？你是不是用真綠換的亮度啊？應該差不多了吧，我已經拉滿了。你拉滿了還是兩台綠廠差不太多了，沒有小米亮啊。對，我這一加什麼意思啊？165只有78幀、76幀、90幀都上不去。而且很邪門的是，我這個金鏟鏟裡面有 HDR 畫質，王者卻沒有。OPPO 金鏟鏟裡面反而沒有了，但是我這120開出來就120啊，很穩啊。小米的幀率也是120，非常穩啊。是不是你這個165適配的問題啊？要不你先切到120試試看。我切了120試試。剛叫又叫得這麼大聲呢，搞個165有什麼用啊？好卡呀！怎麼這麼低了？哈哈。沒什麼區別，也上不了90啊。那你開電競模式？算了，我開電競模式切回165吧。剛剛我的一加電競模式選了原始幀率之後還是60多幀，然後我切換到了超級幀率是165，然後又切換回原始幀率又是165了。那我再切換成均衡模式看看，哎，還是165。160。164。我打起架來看看。156。哎，怎麼又穩得住了？哎，可以了。它會不會降畫質了？是不是塔 bug 了，張張？但是幀率好像在往下掉哎。也有140多。先抖住了，好吧。剛剛切換回均衡模式之後，短暫的維持在165。哎，張張120，現在又90多了。以後變成90了呀，這正好拍到了。我都來打架看看，好吧？你的 OPPO 是120嗎？在這個界面？我問了120 ，OPPO 咋了？那就是你的問題啊，你鎖90了。那我再打來電競模式吧。一會兒開一會兒關的，神經病啊！小米非常穩，還是120，沒有任何變化。打開電競模式之後是120了，但是我能打開超級幀率才是165啊！我等會打架的時候我點一下看看。你本來開的就是165啊。超級幀率，你看一開超級幀率就上來了。而且我們肉眼看其實是沒有什麼降畫質的，包括設置裡面的畫質也是沒有降的呀。那我就負載拉滿玩吧。我們現在是對着太陽的，現在中間這個一加的屏幕非常的亮啊。
小米应该是最暗的呀，这个 OPPO 还稍微亮一点点啊。这把金甲人打了18分钟啊，我的 OPPO 里给我锁到90帧了。之前它出现过一次回到120的时候，但它后面还是锁在了90帧。我待会儿把电竞模式打开吧。OPPO 的性能调度就这个样子了。我现在开启了电竞模式，但是还是给我锁在了90啊。然后我 OPPO 的金甲人游戏模式里面是没有超级帧率，也没有那个超级 HD 画质的，第1加1等了呀。我的小米也是稳不住120的呀，现在给我锁在了80到90帧左右浮动。那我也看一下游戏模式吧。我的1加也是120的，我实在没辙了，我把它壳摘了吧。现在我们都把壳摘了呀，看一下我的小米的调度呢，它帧率回到了100多帧了，就是回来一点点吧。这个游戏模式还是有点用的。我的 OPPO 现在也把壳摘了，但是还是锁在了90啊，没招了。这把金甲人打了28分钟，我的 OPPO 刚刚帧率我开始锁到60，然后过了一会儿，我看它蹦到了30，再下一秒蹦到了120，然后又给我锁到90，我在这坐过山车啊，莫名其妙的。我的1加最后就稳定在了120帧了。我们这把游戏打了37分钟，1加在游戏性能全拉满的情况下可以开到165，但是差不多也是20分钟左右的时候锁到了120帧了。整体来说，游戏表现还可以。OPPO 呢就比较曲折了，在打了18分钟的时候，它是从120帧锁到了90，在28分钟的时候呢，它出现了锁60帧的情况。后面由于我们把壳摘了，它温度忽上忽下，它就一直在60跟90帧之间横跳。小米呢在18分钟之后开启了游戏模式，但是帧率没有上升太多，也还是100左右浮动。在后面的直至游戏结束一直在100左右，也没有什么变化。OPPO 没有什么温度啊，不是很烫啊 OPPO。1加会比 OPPO 要稍微烫一点，但也没到烫手吧。毕竟120帧嘛。小米就感觉背屏这里跟1加的后面是差不多的，其他地方跟 OPPO 也差不多吧，没有很烫。打完金甲人之后，我的 OPPO 还有54的电啊。1加是53，小米还有51啊。现在是中午的1点22分，我们已经使用了3小时13分钟的手机了。现在把手机交给大师来拍张照片吧。一倍拍所有的菜，2倍拍他们单个的菜吧，身体不是很舒服啊今天。OPPO 还行吧，跟真實比較接近吧，但它顏色會稍微濃郁一點。小米的取景框顏色就跟真實差距比較大了，是走好看那一掛的。小米這個拍美食有點奇怪啊，它有的菜就感覺對比度比較低，但有的菜對比度就比較高了。最後都補一張他們長焦的最近對焦距離吧，1加15大概就是這個距離了。我嚴重懷疑它跟真我 GT8用的是同一顆長焦。我覺得小米的最近對焦距離差不多，它的焦段長一點啊。OPPO 雖然是焦距最短的，但上一次我們其實已經試過了，它的長焦微距還比較近嘛。這都已經快貼上了呀。那毫無疑問 ，OPPO 的長焦微距是最好的，1加是最差的。我們還是看 B 站的2K HDR 直播，剛剛看了一下3台手機 HDR 效果還行，我們亮度也調差不多了，我們就放一邊吃飯吧。吃飯期間我們看了30分鐘 B 站2K HDR 直播了，現在 OPPO 還有47的電，1加是45，小米還有44。現在是下午的2點05分，我們已經使用了3小時48分鐘的手機了。那麼接下來呢，我們就在這裡再放20分鐘的 B 站4K 6幀視頻。飯吃完了，我們又看了一下20分鐘的 B 站4K 6幀視頻。現在小米還有40的點，1加還有43， OPPO 還有45。哎呀，果然是我 OPPO 最堅挺啊。那麼接下來呢，我們就使用160路步行軌跡之路穿一下附近的巷子吧。大東北。我操，怎麼這個狗穿北面啊？假北面是吧？你媽的！躲什麼呢？是嗎？躲什麼？不是他嗎？我們步行軌跡之路了17分鐘，現在來看一下，首先是起點。哎，這個小米怎麼長這樣呢？歪歪扭扭的，這一開始，日常兩台都還比較直啊，一開始。然後我們就沿着巷子裡面走，是沿着巷子的上側走的。OPPO 後面是有一點靠下了，1加是比較準的。小米這塊也是在偏上一點，莫名其妙的穿樓了，這個小米啊。對對。我們轉入這個巷子是沿着道路左側走的。3台都是在另一側，都不對。回頭路的話，2台綠廠的會好一點啊。對，其實最準的是這個1加，因為當時我們是走過了，然後是靠着下側走，然後再回來的。1加是完全正確的，因為本身就是有交錯的。然後 OPPO 的這個是沒有交錯，小米這個就不知道什麼鬼，歪歪扭扭的，莫名其妙。多了個三角形啊！它後面那一節出來之後也橫穿了呀。我們在這裡又被迫走了一個回頭路啊。這個回頭路好像是 OPPO 會稍微準一點吧，因為1加這個已經穿樓了，小米這個有點貼樓了。接下來這一段就是 OPPO 的最準啊，碾壓啊，就在這個樓中間往下走的啊。
不是你們兩個這跟我走的是同一條路嗎？你們兩個怎麼飛檐走壁啊？小米這個怎麼還有個結節，一直用小歪歪扭扭的東西，看着不是很舒服，而且也不是在正確的道路上。你的素朴味真的好重。最近跟一個廣西妹子在這邊談 Apple， 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一股這個味道。然後我們又拐進那個巷子，這一段我們是靠道路的下側走的，這一段就是 OPPO 不太準了，另外2台都是靠下的。然后我们走这個大路就一直在下坡了。下坡我們也是沿着道路上側走的。那個 OPPO 什麼情況？這是一加，你是 OPPO。OPPO 非常準，一加就是狗屎。可讓你逮到機會了。你看你走着走就穿樓了呀，我的 OPPO 都一直在路上的。一加跟小米都是比較類似的，這穿樓了呀，在樓的上面。這一整條路我們都是沿着道路上側走的，這裡一加真的是完了，小米好像更差一點。小米完了，不知小米怎麼夠回事啊？一直歪歪扭扭的呀。對啊，OPPO 還可以啊。啊，感覺小米不是很值啊。跟你一樣嘛。OPPO 這個步行導航、步行的軌跡記錄倒是蠻準的。最差的應該是這個小米了，它歪歪扭扭的地方太多了。小米最差了，很多結節、啊。就不走直的，一直就是喜歡彎啊。所以加入我們了嗎？啊？那我們不是，他可能是。我不是啊。現在是下午的2點52分，我們已經使用了4小時32分鐘手機了。小米現在還有34的電，一加是38的電。哎 ，OPPO 還有41啊，遙遙領先。那麼接下來我們就微信視頻通話吧。前置整體的效果呢，應該是右邊的 OPPO 會比較好一點啊，而且美顏程度感覺也還可以。然後中間這個一加顯得有點糊，而且比較黃一點啊。小米有點不想聊，就是又白，然後臉上又是這種麻麻賴賴的。就是很難看的這個臉上，不過它屏幕倒是挺亮的，屏幕亮就顯得更醜了，你知道嗎？對，但它視角還窄一點，非常的窄啊，給大師拍成嘎子了。我感覺我的臉上蒙了一層什麼紙還是什麼東西啊，感覺不像是皮膚的質感了。其他2台就沒什麼很大的區別。我們看一下後置吧。為什麼現在小米的屏幕這麼亮呢？我們剛剛都是同時開關過的呀。這2台綠場越來越暗了。在綠場的襯托下，小米的屏幕反而顯得挺亮的。它是不是背後有個傳感器啊？應該是有的吧。因為我們的太陽在那個位置啊，這個怎麼回事啊？你這2台，其他的倒沒有很大的區別了吧？但是顏色肯定是有點區別了。我們現在換了個朝向，而且再重新開關過的自動亮度，還是小米的會亮一點點，但是差距沒有剛剛那麼大了。這綠場怎麼回事呢？可是怎麼回事啊？今年的調度就是慫啊，這個亮度就是不行。OPPO 是最差的，好吧？我說實話，因為我已經X9 Pro 我都用了30回了。我們剛剛已經打了10分鐘微信視頻通話了，現在正好出了點太陽，我們就正好來刷一下這個微博吧，也好久沒刷過了。現在3台手機都是可以均勻的曬到太陽的。一開始的亮度的話是中間的一加會稍暗一點，最亮的是左邊的小米啊。3台手機的亮度都是拉滿的，感覺這個一加的環境色自適應最明顯啊！現在太陽光照射下，就這個一加顯得特別黃。我你還點個讚是吧？微博你都不放過啊？出生，男的都要點是吧？你真是通吃。什麼通吃就是變態，暴露本性了。你得看到動物的，要不要點個讚？感覺微博比抖音好看啊。現在多少度啊？還有點曬的慌感覺。現在18度，現在刷了大概3分鐘，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右邊的 OPPO 的亮度是降低了的，它現在跟一加差不多了，還是左邊的小米會稍微亮一點點。現在刷了大概4分鐘了，3台手機的亮度都有一定的降低，但2台綠場現在還是沒有小米亮了。好的，我們已經刷了5分鐘了，最後一刻右邊的 OPPO 大家看到了嗎？它現在屏幕非常的暗了，降的比較低了。好，我們看一下啊，它亮度還沒有拉滿，我們給它拉滿一下。即使拉滿了，右邊的 OPPO 也跟中間的一加差不太多，是低於小米的。好，把小米的拉下啊，也是拉滿了，那 OK。一加也是拉滿的，拉不了了。我們現在已經來到恰如街少年廣場了，準備在這裡拍照錄像。我發現 OPPO 它剛推送了一個新的更新啊，33兆跟相機有關的，那我就給它更新一下吧。更新下載安裝呢是需要耗費一定的電量的，但是沒關係，好吧？我們 OPPO 的電是最多的，我讓他們好吧？我覺得我還是能撐到最後的。下載的還蠻快的，因為就30多兆。現在 OPPO 更新完就是34的電啊，從35降到34，還是最多的。一加是33，小米是25。接下來把3台手機交給大師來拍照和錄像啊。我們找了一個人少的地方先來錄像啊。3台手機全都是4K 60幀標準防抖，其他都是默認的。我們先從他們的超廣角開始啊。好的，先來看一下能不能切換鏡頭。先是小米，這個0.7到1倍很慢啊。OK， 1倍之後就變快了。好，現在再拉，5倍也是切了。OK， 它最遠是15倍啊。清晰度還可以，防抖也還可以。好，我們回到1倍。接下來是中間的一加，然後切了。
3.5哦，3.5也切了。好，它最高是18倍啊。哦，防抖也还行吧。我怎么感觉它刚好像有点掉帧呢？现在回到1倍。最后是右边的 Find X9 Pro 啊。啊，切了，很快哦。啊，3倍也切了。最高也是18倍。它这个18倍。定住之后还是会比较清楚的，但动起来就感觉会有点糊。OK， 我切回到1倍了，现在慢慢的向他们走过去啊。我从取景器上来看的话，最真實的應該是右邊的 OPPO 啊。好，現在慢慢的轉圈。小米可能因為屏幕亮吧，所以它顯得特別的白啊，光影層次不是很真實啊。一加也還行吧，現在再快速一點向他們跑過去啊。OK， 現在我開始轉圈，跑着轉。在經過太陽的時候，大家看到眩光了嗎？整體的光影層次我覺得是 OPPO 最好啊，其次是一加。小米這個顏色和這個光影層次感覺就很奇怪了。再順光拍拍你吧。一加跟 OPPO 都還行。我們錄完像了，看一下3台手機亮度啊。是左邊的小米會稍微亮一點啊，可能是色溫的關係吧，而且現在是背對這個太陽的。現在我們順光面對太陽的話，也是小米最亮，但是差距是不會有那麼大的。我現在來做3台手機的前置視頻錄像啊，它們最高規格都是4K 60幀。怎麼感覺現在是右邊的 OPPO 反而是最亮的啊？這個小米怎麼回事啊？感覺變暗了一點。對，感覺它是最暗的吧？好像一加還亮一點嘞。OPPO 本來在拍照的時候好像就會把這個亮度調高一些啊。一加這個拍出來感覺人有點紅紅的，棕棕的，可能是那個環境自適應吧。我現在先來看小米啊，從屏幕上看感覺是有點太白了，不太自然。再來看這個一加，可能因為環境色自適應的緣故啊，它看起來人很棕，就那種醬油色。最後是 OPPO， 這個是3台裡面看起來最自然的。然後現在轉一下，這有光啊，看有什麼變化，有沒有什麼眩光什麼的。好，順光的情況下，我們再來看一下。OPPO 顯得這個美顏會比較明顯一點，但是一加會稍微醜一點。這個小米顯得太慘白了，小米就覺得有點美化的太嚴重了呀。然後我現在跑一下，大家看一下防抖啊。好，今天錄了1分半，應該不回來吃飯了吧？我們現在用3台手機的人像模式的前置來自拍一下啊，跟剛剛後置拍照的感覺差不太多吧？小米是自動切到0.8啊，另外2台立場的都是1倍。我們來手動給它切一下吧。好，那麼現在來拍一張順光的，3、2、1走。現在我們逆光再來一張啊，小米這邊它的美顏會變的。它剛剛是清爽美顏，現在好像顯示的是立體美顏啊。現在我們切換到他們前置的拍照模式了，綠場2台還是沒有切換呢。我給它切到0.8，這裡一張還是逆光啊。現在我們換順光再來一次啊。這個前置拍下來就覺得還是 OPPO 的會比較自然真實一點啊，感覺哈蘇有點東西。我們現在用他們後置攝像頭的人像模式來拍一下他們2個啊。這3台手機呢，小米是大師人像，其他2個我們就默認了。小米的焦段是1倍、2倍和5倍啊，它有切換嗎？啊，有切換到75。3.2倍，但是我覺得這個對小米不是很公平啊，因為清晰度可能會差一點。小米我就用125，其他2台就是他們3個默認焦段了啊。取景器上來看，還是 OPPO 的會比較自然一些哦。一加的也還可以，小米的就感覺和實際差距比較大。小米突然顯示一個開啟省電模式了，掉下來20%，現在是19。你拍拍這個小米的取景器，這跟真實有一點關係嗎？感覺小米這是假亮。我們現在是下午3點多鐘，然後今天的雲也是有一些的。小米這個就很像是那種大中午的感覺啊。一加的也還不錯啊，雖然它沒有哈蘇，但是 OPPO 有哈蘇，它就跟現實情況是最接近的。最後一張長焦我就只拍1個人了吧。一加取景器上看就會偏橙紅一點啊，還是 OPPO 這個比較真實啊。現在我們換了一個角度，逆光啊，小米依舊是這種糖水色，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現在這個取景框啊 ，OPPO 實時的 HDR 效果是比較好的，後面的雲、太陽、他們的人臉都可以看得到。一加這邊就是上面的太陽和雲看不太到了，
小米這邊就爆的不行了。取景器體驗 OPPO 還是比較好的，我覺得大家如果要拍照的话，今年是确實可以选一下 OPPO。5倍我就拍你一個人了。OPPO 整個取景框的顏色在這一次人像拍照裡面都是會跟真實最接近的。現在我再讓他們站在這個江邊上來跟我們的毛爺爺合個影。這裡呢，我就用他們後置的拍照模式來拍一些照片了。是這樣的，小米啊，它這個只有1倍有這個小焦段啊，可以稍微點一下，看到嗎？然後呢，它的5倍是沒有辦法去點這個小焦段的，直接就跳到10倍了，10倍再往上才可以啊。那我们就从超廣角開始拍起，然後用它們各自的光學焦段去對比。綠場的什麼6倍、7倍我們就不去對比了，我們直接就跳10倍了。小米一直用的就是徠卡生動啊，主攝跟超廣角的取景器都是 OPPO 的比較接近真實情況啊，一加會稍微過曝一點點，小米就是整個色溫都不對啊。他們的光學焦段比完了之後，整個取景器還是這個 OPPO 的比較的精準啊，跟實際情況是比較接近的。一加還是會偏暖一點，小米就是偏冷。我覺得最好看的也是 OPPO。最後再來一張10倍，就只拍韓寶了。這一組拍完我肯定會選 OPPO 的。我讓他們換了一個位置啊，我們現在來逆光拍一下他們2個人啊。這裡的話呢，就用他們3個光學焦段吧。逆光的取景器就跟剛剛人像是差不多的。1倍就看看逆光之王吧。從取景器上面來看的話，小米的這個逆光之王的表現是不如這個 OPPO 的。這個實時 HDR OPPO 的好很多。小米這邊就過曝的不知道成什麼樣了呀，而且 OPPO 也是最接近現代情況的。OK， 我看了一下這一張小米的成片啊，雖然說它的人和背景都保留下來了，確實也符合它宣傳的那個動態範圍比較大，但是我認為這張照片並沒有很好看呢。我覺得大家可以把這張1倍的成片再看一看啊，我覺得是 OPPO 這個拍出來感覺更好看啊。好，現在看一下長焦 ，OPPO 真的挺真實的。小米的好白，一加的好黃啊。我們現在準備在這裡對比一下長焦啊。用他們的長焦光學焦段開始，然後拍橘子洲上的毛主席雕像啊，來吧。現在從取景框上看，還是這個 OPPO 的比較真實啊。這個一加就感覺還是會偏黃綠一點，小米就還是偏藍。10倍的取景框是一加的最清楚啊，又站起來了，站了一點點吧。OPPO 感覺取景框就不是很清楚了。好的，我現在打到了20倍，它給我彈了一個超清長焦的提示啊。哦，一加這個20倍確實要清楚一點，它也彈了一個超清長焦的提示了。小米到了20倍，它也彈出來一個自動的 AI 了，我們也不關了。20倍的取景框還是一加的最清楚。好，接下來是30倍，30倍還是一加比較清楚啊。這個 OPPO 不是更新了嗎？它不是優化了中長焦的拍攝嗎？說不定成片好一點，就是更新了算法唄。最後再來一張60倍了，他們的 AI 什麼的都是自動的。這個取景器上小米確實比較活。那小米的原生焦段不是最長的嗎？那可能取景器差呀。我們再拍一下順廣那棟樓和那邊的一些景色啊，就對比他們的原生光學焦段再加一個10倍吧。超廣角毫無疑問就是小米的比較差呀。順廣的時候，這3個的取景器是中間的一加比較真實了，像小米它就會很明顯的偏藍啊，這個天空在取景器上顯得有點太藍了。但是 OPPO 就有點綠綠的了，一加的會比較真實一點。好，再看一下長焦，我的媽呀，這個小米怎麼這麼藍呢？哦，中間一加還 OK。小米在拍照的時候感覺是藍場了，這麼藍。OPPO 這個到了長焦之後也比較藍啊，但是 OPPO 這個頂多就是叫不真實或者叫過飽和，小米的這個就是假了，好吧，有點超現實的那種感覺了。它的成片可能會好一點。如果大家看到小米的成片沒有那麼藍的話，就意味着它成片跟取景器的差別非常的大。一加還可以啊，整體的顏色也是比較真實的。這棟樓是藍綠色的，也有點綠的。我們再拍一下馬路對面的這一片綠葉啊，雖然現在11月多了，但是南方的葉子還是有黃有綠的。我們就只對比主攝和長焦了，長焦光學焦段，還給大家帶到一下這個路燈上的中國結裝飾。有一說一，小米這取景器是真亮啊！對，它現在突然一下變得非常的亮了，但是假還是有點假，朋友們。這個實際情況的話，還是這個 OPPO 會相對來說真實一點啊。一加在這個情況下切到長焦就感覺有點假假的，整個畫面銳化的有點不自然啊。我們在這裡拍了4分鐘的46幀視頻，以及將近30張照片。OPPO 還有22的電，一加還有21的電，而小米只有9的電了。但是有一說一，它最後的那個亮度確實好高啊。现在是下午的4點23分，我們用了5小時28分鐘手機。接下來我們就用高德地圖車載導航去河西，途中會進入隧道，重點就是它的隧道裡的車載導航表現怎麼樣。我們掉個頭就要進入到隧道了哦。好，我們正在掉頭。好，哎，
感觉是右邊這個 OPPO 會比較慢一點啊。我們把他們的智能省電什麼的都關了啊。車道都是對的。 OK， 感覺中間的一加降了一點了。小米電最少，這個亮度還是一直不降啊，其他兩台都降了一點了。一加是降最快的，感覺就是小米遇到暗的不会降，遇到亮的就提得很快。對，感覺那個調節不是特別的積極啊。我們剛進入到這個弧線啊，三台手機進度還可以，都跟我們實際比較接近啊。這個小米有一種自动亮度壞掉了的感覺。我想再重新開關一下，再重新開關一下吧，它只有6%的電了。開關之後還是會亮一點，但是比刚剛好一點。小米的進度稍微有一点快了。对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岔路口。啊，小米就进去了，已经进去了。哇，小米两台绿厂还可以。我们刚进这个岔路口，好，现在进了。OK， 两台绿厂是比较精准的，小米已经快開出去了呀。小米就是整體快了100米，两台綠廠沒有速度了，停住了，小米也停住了。哦，一加先跳了一下。哦，這裡是一加比較快啊。然後是 OPPO 和小米差不多。那小米在這一節的表現會相對來說比較差一點啊。這誰的？這你的嗎？我還以為是屎了，原來不是啊，那不是我的。屎的話就是你的是吧？屎的話也不是我的，是不是你的？你看你已經禿了。你覺得我用得着嗎？你用得着，你不是喜歡女裝嗎？趕緊吧。這次導航時間比較短呢，差不多就12分鐘。整個導航過程中是一加的表現最好，尤其是在隧道裡出隧道的過程中，比較符合我們路程。OPPO 表現也還行，小米是提前進去了，稍差一點吧。OPPO 還有20的電，一加還有19的電，小米只有5的電了。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，剛剛這個小米它那個亮度，我們是手動給它調了之後，三台手機就差不太多了啊。但是小米它自己會拉得很高，其他兩台在出了隧道之後也還可以啊，那個亮度。現在是下午的4點48分，我們用了5小時44分鐘手機了，哇，這就是4%了，又少一折。OK 吧，我們這就用支付寶掃入共享單車二維碼吧。從左到右依次是小米、一加和 OPPO。開走。沒什麼區別啊，這個速度。現在我們掃一下奶茶店門口的二維碼，來吧，走。這個人在這裡尿尿嗎？走。別尿了。一加最快啊。啊，速度差不太多吧，其實也。我們剛進奶茶店，發現這個小米只有1%的電了。我們趕緊看下屏幕使用時間是5小時50分鐘，現在正好是下午的5點。那我們手機的實際使用時間就是實際時間加上50分鐘。就這兩台以後就不行了啊。那最後1%的電怎麼找？打了微信視頻通話吧？能打嗎？估計剛播就掛了吧，估計。我們還有王者實為實沒打的。哎，先打吧，先打吧。現在微信視頻打了23分鐘了，將近啊。這個小米的1%的電這麼能耗嗎？我靠！後悔了，有的這時間信號都測完了。它這個電池調度，哪怕拉長一點的，哪怕多給我留一點，這1%這麼能耗，說實話，1%早都去充電了，好吧？你怎麼知道綠廠的最後1%不強呢？主要它是前1%好像也還可以。綠廠的前1%就掉的比較快了。不知道這小米能不能撐到30分鐘大關啊？我靠，這個小米真讓我說中了，到30分鐘了，這麼能耗嗎？產品經理你給我站出來好吧？他媽30分鐘什麼鬼啊？我們開拍之前，一加和 OPPO 是18和19，現在他們倆剩13和14了。1%硬熬了有上5%的電啊！我要是產品經理，我就說什麼？我就說，小米是續航第一啊！什麼第一呢？道第一，然後正數第一是我們的產品目標，好吧？這個太恐怖了！空強和太極跟我說，小米17 Pro Max 更新了之後續航好多了，我是真不相信他們能夠用到最後1%，好吧？終於啊，這個小米終於給它熬死了，終於關機了，還有8秒鐘就關機了，媽呀！現在是下午的5點38分啊，他就打了37分鐘，快38分鐘電話了。下午5分鐘是多少？6小時。關機了，關機了。 6小時28分鐘亮屏啊！這個小米17 Pro Max，一加此時還有12的電 ，OPPO 還有13的電，這小米最後的1%熬了他們6%啊！我們在這裡坐了38個小時，看他們打微信視頻38個小時啊，38分鐘，已經瘋了，已經瘋了，哎，無語了吧？那麼小米17 Pro Max 就退出我們今天的競技了啊！我們現在趕緊來測一下信號吧。我們在微信裡面拍了1分鐘的微信視頻，現在準備發送一下。左邊是一加，右邊是 OPPO， 點。 好的，一加也要導出了。早上是剛剛已經沒有電的小米要導出，但是 OPPO 發得很慢哎，不動了。什麼鬼？一加導的也好慢啊，累了吧下午？開始了，變快了。OK，OPPO 發完了，一加不也在這卡住了嗎？停住了。啊，不愧是一加的啊。這裡的網速確實還是有點抽象的，但他們現在不會4-5G 在這邊切了。加速了，加速了。哦，衝刺啊，結束了。
你好惡心啊！你這個聲音不知道為什麼很惡心。我們再用他們倆的默認瀏覽器下載一個342兆的遊戲的安裝包啊！瘋狂動物園啊，點怎麼差這麼多呢？左邊的一加只有100多 K， 右邊的 OPPO 有1點幾兆，10倍的速度差。我們 OPPO 非常穩定啊，上午那裡下載它也是个位数，现在这个信号差它还是个位数，你知道吧？一加速度提起来了1点，從100多 K 提到了300-400 K， 也提升了4倍呢。我想換一下位置，我覺得是風水的問題。OK， 換過來之後，一加就42 K 了，36 K， 我要換回來。OPPO 有變快嗎 ？OPPO 一樣的，1點幾兆啊。哦，一加的速度回來了1點了，回到了它一開始的300-400 K。我還想說，就是 OPPO 其實我還稍微晚點了一點點的，它現在這個速度就是在這裡的，感覺等級有點森嚴，朋友們。Find X9 Pro 就要下完了，它一直保持在1兆多的速度，但是右邊的這個一加，就算換了位置，它也沒有上過1兆，最高的時候是大概800兆的樣子，現在就是800兆的樣子，對，800 K 的樣子，現在呢就是100多 K， 你看它只下了60兆這麼久了。OPPO 趕緊下完吧，我真的想笑，我真的想笑。好 ，OPPO 已經下完了，看一下一加會不會加速，好穩定啊，100多 K。那白天不挺給力的嗎？怎麼下午就不行了？就一直是這個速度啊！你看它的速度沒有很大的變化，那行吧，就這樣嘛。現在他們都放學了，我也放學了，奶茶店裡面有點吵，所以我們出外面打吧。你放學什麼？你在放什麼？下課了已經，下課了已經。我們來打王者榮耀10v10了，顯示能開招的都開招了，除了性能模式啊。我們剛剛都開關了自動亮度，是 OPPO 的會高一點，因為 OPPO 它的OPPO 的王者高人一等啊，它是有超級 HDR 畫質的。這把遊戲沒有任何問題啊，兩台手機都是120幀，並且網絡也沒問題，但是打了13分半啊，差一點點就進入終局戰了，一群傻逼隊友他媽的不守塔，浪費我們時間。本來我們想看一下那個終局之戰10v10大混戰，他們網絡能不能穩住的，那我們就再開一把吧。第二把王者榮耀10v10，我們12分鐘就被對面打死了，又沒進入到終局之戰。然後這個時候兩個手機都彈出了還是2%，我們知道了，我們不連充電器好吧，也不進入超級神模式，就這樣把它電耗完好吧。現在是晚上的6點24分，加了50分鐘。7小時14分鐘，那我們就負載搞大一點好吧，因為鬼知道現在手機藏了多少電，最後1%、2%裡面啊，我們就說你呢，我他媽已經瘋了。沒有，OPPO的之後的電也很耐用啊，我當時側充電，我知道這個 X9 Pro 嘛，我就2%電，我放那裡放那個 B 站的4K HDR 直播，放了30-40分鐘好像是，就是它一直不關機，我等了好久。那我們之前跟我們說的不是2K 的嗎？哦對對，2K HDR 直播，不好意思。腦子有點混亂了，這有點問題，確實。那麼這個店我們就回放一下那個金鏟吧，好吧？我現在已經被小米整怕了，我要去它的官網翻一下它電池頁面，是不是寫着7500毫安電池是我們的產品目標？好吧？我們現在就開始回放金鏟啊，兩個手機的亮度我都調到差不多了，沒有開那個 HDR 畫質啊。主要是因為這2%，我們如果打微信視頻通話的話，現在已經6點半了，我估計我們就打到7點半嘛，但是合着8、9點回去有點太晚了啊。給它加點負載。一加馬上要進入超級省電模式了。哦，進入了。OK。哎，你在取消啊？怎麼進省電模式了？進不了，取消不了，沒有取消的。不能取消嗎？結束了，暫時無法退出。哦 ，OK。這怎麼辦？加50分鐘，那就是7小時18分鐘。哎呦我操！它也沒了，OPPO 也沒了。這台機放的沒多久啊，放了1-2分鐘吧。它的超級省電模式應該還能用一段時間呢。那就知道了唄。那就到此為止了吧。對，6點28幾乎是同時啊。那我們稍後就為大家總結吧。不是說總結嗎？你們在研究啥呢？我們想看看這個裡面進入金鏟能不能回放120幀，但是你看雖然我開的是120，但是它還是省電模式裡面只能最高60幀啊，所以我們就不回放了，這個負載太低了。那我們就直接總結吧。好的，就由我這個小米17 Pro Max 啊，最先死掉這台率先總結一下，它今天的續航成績是6小時30分鐘啊。而兩台綠翔手機呢，它們續航時間是差不多的啊，就是7小時18分鐘。這個小米我要吐槽一點啊，它最後1%的時候，我們是尋思說，哎，給它打個微信視頻通話，給它打沒電吧。我他媽打了你媽的38分鐘，這麼耐用。我們兩台手機從18、19。最後給我們耗了6%啊，然後讓它的時間其實有點虛高啊，看起來有6個半小時，其實38分鐘是微信視頻通話，感覺很有水分啊。我是之前聽不止一個人跟我說，小米17 Pro Max 升級了系統之後，那個續航是變好了的。我就想說，他們難道都用到了最後1%嗎？把1%用完了嗎？我不信啊。並且這一次呢，它的王者榮耀5v5和金鏟鏟的負載相比上一次測的時候都要更高一些。
只是今天这个没有剩余時間去打10v10王者榮耀了。這點要誇獎吧，終於適配了120幀加智臻的金鏟鏟了啊！遲來的誇獎也是誇獎，好吧。然後還有一點呢，它這個屏幕亮度在今天表現裡面是比較積極的，相比上一次來說，整體的表現上都比綠場的2台要更亮一點。但是續航相比上一次我們測的時候少了半個小時啊。但是最後的王者榮耀10v10和測信號部分都沒有測成。就怎麼來說呢？它這個續航也不知道奇珍在哪，感覺謠言啊。本來今天還以為它續航有多牛逼呢，結果。是吧？希望能夠買個票去河北找空搶爽一下。所以如果去掉最後那個38分鐘1%的微信視頻通話的話，它今天可能還不到6個小時啊。對。雖然說今天這個負載是高點吧，但是我們覺得是這個續航沒有什麼明顯的提升啊。對啊，大家不都是7000多的電池嗎？我7500啊，它7300啊。然後除了續航表現呢，還有2點我不是很滿意啊。微信視頻上傳需要導出啊，導了很久很久。還有一個就是在步行軌跡的時候最爛的，不但位置是錯誤的，而且還在樓上飄啊，有很多的小結節和轉圈的地方。然後小米在瀏覽器裡面的1G 文件下載啊是最快的，步行導航它的規劃在前半段是最快的，以及實時位置也是比較準確的。包括在衛生間裡面呢，它的電信跟聯通的信號也是比較好的。OK， 那小米的表現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了，交給下一位選手來說吧。OK， 終於輪到我 OPPO Find X9 Pro 了。除了續航還是比較煎熬了吧，就是我們也測了 X9 了，上次也測了 X9 Pro 了，它的表現呢確實是很一般的啊。首先它的步行導航非常不準，然後它的信號呢在那個非常差的廁所，電信跟聯通呢都是墊底。然後我們下載那個1G文件，在默認瀏覽器裡面，它只有個位數的下載速度。在這個茶百道，它的下載啊，它還是保持個位數，但是那個時候它又比那個1加要快。然後上午呢，它個位數又落後他們倆很多，我也不知道搞不懂它這個默認瀏覽器是怎麼調的。然後好的地方呢，可能就是它的步行軌跡記錄，以及在那個地下停車場，它的燒暗光遠距離掃碼比較快，其他就乏善可陳吧，就表現中規中矩啊。以及 OPPO 的亮度啊，今天整體來說雖然不如小米，但是會比1加要好一點啊，主要體現在它在拍照拍視頻的時候比較亮，以及在室內啊，窩裡橫會比較亮，其他的就沒什麼了，交給1加吧。終於到我了，我覺得1加15的表現是非常的不錯的。我覺得它是完全洗刷了1加13給我們帶來的印象，好吧？對啊，這次的1加15和A46表現都非常好，我覺得1加15只有7300的電池，最後和7500的 X9 Pro 差不多。對，有一說一，雖然 OPPO 的亮度要稍高一點，但是這個1加它的金鏟鏟，它整體的幀率是會更高，負載是更高的。然後他們倆續航還一樣，然後它電池少200毫安時，我覺得其實是1加贏了，這個說實話。1加的165金鏟鏟，它的性能模式加一個超級幀率，它還是能穩住一段時間的，最後也保持在了120，不像另外2台幀率都維持不住在120啊。1加另一個好的地方就是導航相關的。步行導航非常的精準，規劃速度非常的快，實時位置也準。車載導航出隧道的時候也比較符合我們的實際路程。它今天稍微不滿意的地方就是它的亮度實在太保守了。確實，它的亮度無論是室內還是室外，都是這3台裡面最墊底的。我還得說一句啊，今天小米雖然是最亮，但是也是比我們這2個菜杯要亮一點。它跟什麼 vivo 啊，甚至 iQOO 啊是比不了的，只是說它亮度還不錯啊。我們今年把這些機器全部測完之後，覺得藍廠今年的亮度調度確實不錯。對。然後它今年的續航就感覺沒什麼提升了。然後是紅米，然後亮度最保守的都是綠廠的，什麼 OPPO 啊、1加啊、真我啊，性能旗艦，然後搞個什麼165，然後亮度就搁那偷。對，1加這亮度側面就很迷，你到低的地方它就立馬暗下來了，你到很亮的地方我感覺它又提不上來。拍照相關的就交給大師來說吧。先說一下他們的前置啊，前置的話，小米的呢還是依舊要批評一下的。它在打微信視頻通話的時候不僅醜，而且視野很窄。其他2台綠廠的呢，就 OPPO 有哈蘇嘛，所以它在整個的拍照過程中啊，它的取景框顏色是會比較真實的，很符合我們當下所處的那個環境，看着也是最自然的。其次就是1加，沒有差太多，但它的取景器就會顯得稍微偏黃一點的，顏色是沒有 OPPO 這麼的真實的。我覺得它的調教好像跟真我差不太多啊。小米就不說了，它那個取景框呢，就是非常的糖水了。那個顏色包括那個曝光都是跟我們的真實幾乎沒有關係的，而且它的拍照硬件其實也沒有到特別的好。我是覺得如果你主攝用的多的話，倒還是可以稍微考慮一下小米吧，只是差距可能沒有大家認為的像宣傳的那麼大啊。而且今天還有一個情況，就是這個 Find X9 Pro 我們在拍照之前正好接到了一個系統更新，我們就把它更新了。它這一次更新完之後，感覺上一次那些問題其實修繕的已經差不多了。
取景器没有很奇怪的颜色，感觉曝光也比较正常，不会像上一次最终的成片拍出来都比较的过曝啊。而且3颗镜头的色彩一致性也比上次好多了，上一次是1倍和长焦是一个颜色，超广角是另一个颜色了，已经很接近之前我们测范的X9的时候那个情况了。至于一加的拍照呢，一直就是那样吧。说不上好，也说不上很差。虽然它这一次有硬件上的减配，但我们这次用下来感觉和之前也没有很大的区別啊。至於它在這個4000左右的價位拍照是個什麼水平呢？也就是跟真我 GT8 Pro 差不多，說的難聽點呢，也就是跟比它便宜1000多的真我 GT8 也差不太多，除開超廣角和前置鏡頭吧。但是我覺得1+15的拍照比愛酷15可能還是會稍微好一點點的。1+15的拍照就是沒有很多的槽點，但也沒有很多的亮點，就這麼個水平。所以如果在4000價位，你想要一台性能釋放比較激進的、電池比較大的，但是對拍照也沒有特別高要求的，我覺得今年的1+15其實是可以買的。真沒有網上說的那麼差呀，只是有很多人吐槽的什麼減配。我們今天沒有特別感覺出來啊，沒覺得，我覺得表現挺好的，就亮度差點意思。好了，那最近的這些新機，我們第一輪測試也基本都結束了。那我們接下來呢，就會找比較好的機器來隨便亂打一下了，比如什麼 K90啊、K80至尊這種，請一下前代的機器來看他們表現到底怎麼樣啊。好的，那麼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。大家如果喜歡我們視頻，不要忘記了一鍵三連關注。更多精彩視頻，請去關注離線玩家。好了，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所以今天就不拍夜景了嗎？不拍了呀，拍什麼？這又不主打拍照的，趕緊下班了。反正1+15就這樣了啊，朋友們。其他2台都已經拍過了呀。那我最後再提一點吧，就是這個 OPPO 今天是出現了淘寶閃退的問題啊。他說他們內存不夠了，他喵的我買了16G的，後台也沒掛這個軟件，都沒有掛遊戲，就掛了這個常用的軟件。他跟我說內存不夠閃退，吃屎這把娃娃。買了 P X9 Pro。